书接上回，上集我们聊了迪士尼创始人华特和哥哥罗伊一路把公司从初创带向巅峰的过程。然而在他们分别于1966年、1971年相继撒手人寰之后，公司因为一下子失去主心骨，开始变得迷茫混乱，为了讨好市场，那是初心也不坚持了。但即便是这样，这帮人也差点把公司给玩砸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业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叫做新好莱坞运动。因为电影工业也比较成熟了，欧洲新浪潮的风也差不多吹到美国了，所以当时市场上的电影风格和类型都在不断创新，出现了很多高概念大片，什么星球大战、异形、大白鲨，观众看得很爽，口味也是愈发刁钻了。但对于行业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会导致制片公司的影响力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作者，也就是明星、名导们掌握核心话语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迪士尼出的那些略显幼稚的动画片就有点不够看了。这一时期我们要来认识两个人，一个是迪士尼家族唯一还在公司活跃的董事，他是罗伊的儿子，也就是华特的新侄子，就叫他小罗伊吧。这个人呢，有能力，但气性也大，动不动就气得辞职，但真遇到事儿呢，他又会跑回来力挽狂澜，是这么个人。另外一个叫罗恩·米勒，他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听上去跟迪士尼八竿子打不着吧？但他是华特的亲女婿，人拿的是爽文剧本哈，嫁入豪门，完了进公司，从底层一路干到了总裁兼 CEO。那么时间呢，就来到了1977年。这时候公司不是正被快速变化的市场打得找不着北吗？一直做不出啥好片子，咱们这个小罗伊就觉得没眼看，辞职了。那这个时候的女婿罗恩呢，还在公司当制片人，看到星球大战特别成功，公司就决定也拍一部成人向的科幻片，这就是1979年的黑洞。这部电影投资高达$2000万，是迪士尼初次尝试 PG 级电影，但票房并不理想，其他类似的成人向作品也大多以失败收场。由于拍啥不行，迪士尼的财务状况那是每况愈下。在这么个尴尬的节骨眼上，罗恩尴尬的上位了。他是1980年出任总裁，到1983年又兼任了 CEO， 而罗恩甫一上任就摊上大事了。1980年代初，迪士尼的市值只有$18亿左右，但是还记得我们上集说过吗？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可是买了一整个旧金山那么大面积一块地呢，就这个土地价值它都不止18亿。那这种价值错配的漏洞就被华尔街某些大聪明给发现了。1984年，金融家索尔·斯坦伯格秀了个骚操作，这个事儿挺复杂的，我们给它简化一下。当时迪士尼的股价大概在$50，他先是迅速通过流通股买入迪士尼大约12%的股份，然后放话出去，号称要以每股$67.5的价格收购整间公司。那总不能真的把公司卖给他吧？迪士尼别无选择，只能加钱回购他手上的股票，最后是以每股$70.83的价格，也就是拢共小$3亿才把这些股份给赎了回来。斯坦伯格净赚了$6000万，而迪士尼则多扛了4个多亿的负债。这种骚操作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绿票讹诈，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绿票讹诈的重点是讹诈，它不是真的要收购公司，就是奔着赎金去的，所以它需要几个触发条件。第一，你公司的股价被严重低估，我才有机会趁虚而入。第二，你的管理层防御能力弱，没什么靠谱的反收购政策。第三，你的现金流稳定，负债低，要不哪来钱付赎金的是吧？绿票讹诈并不罕见，比如就在迪士尼吃瘪的同一年，隔壁的华纳通讯公司也被默多克讹走了1个多亿。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发生这种事儿，管理层绝对是难辞其咎的。那么这件事就把小罗伊给惊动了，他立马回公司主持大局，把罗恩给开了。多说一句，这罗恩其实有倒霉的成分在，并不是全无能力，而他跟华特女儿那也是真爱，后来俩人就去纳帕酿红酒去了，倒是过上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至于公司这边，董事会雷厉风行地组建了新的管理层架构，来自派拉蒙影业的迈克尔·艾斯纳任 CEO， 他还从派拉蒙薅来了另一个人杰弗瑞·卡森伯格任影业集团主席，来自华纳兄弟的弗兰克·维尔斯任总裁兼 COO， 小罗伊本人担任副董事长。而这个神仙团队即将为迪士尼开启下一个黄金时代。新管理层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开发成人向内容。话说罗恩离职前曾成立了一个新的电影厂牌，叫做试金石，主要就是为了既要又要，把公司那些不太正确的成人向内容跟迪士尼主品牌做个区隔。于是新团队立马就把试金石给用上了，
做的第一部电影叫《美人鱼》，注意不是动画片小美人鱼，而是个真人剧情片，由 Tom Hanks 主演。那这部电影就厉害了，它是迪士尼历史上第一部包含国体镜头的电影。虽说国体一闪而过吧，但这部电影冲到了当年的北美票房前10，自此试金石开始放飞自我，为迪士尼展开了一场回血之旅。1984年底，试金石推出了一部 R 级喜剧《荒唐暴发户》。从这部影片开始，迪士尼接下来发行的33部电影当中，有27部都实现了盈利。要知道，当时整个好莱坞大约有60%的电影都是亏钱的，很多制片厂都在倒闭，而试金石却逆风翻盘，一口气把迪士尼带上了票房巅峰。可见神仙团队那确实是有点东西的。CEO 艾斯纳呢是个比较强硬的人，而强硬也是他身上的一个伏笔。1985年，迪士尼推出了一部动画《黑神锅传奇》。这部暗黑奇幻风的作品跟公司历史上任何一部动画都不一样，非常另类。制作预算高达4400万美金，但票房连一半的成本都没收回来。这次失败让艾斯纳直接就想把动画部门给整个砍掉，我一大谱。最后又全是靠小罗伊出手干预，才把这祖宗基业给保留了下来。那事实证明，动画尤其是合家欢式的华特式的动画才是迪士尼真正的立身之本。在经历了黑神锅传奇的惨败之后，公司一咬牙又拿出了4500万拍摄了真人与动画结合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这回再不搞什么奇奇怪怪的风格了，就老实回归正确路线，并且一股脑把众多当家卡通 IP 全塞里头，什么米老鼠、唐老鸭，甚至还从隔壁华纳借来了兔八哥，凭借豪华 IP 卡司斩获了全球2.2亿美元的票房，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紧接着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小美人鱼》了。从这部电影开始，迪士尼动画迎来了第2黄金时代。我们知道的那几部经典《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全都出自这个时期。就这样，迪士尼不但活了，而且活回了正确的轨道，试金石也逐渐功成身退。迪士尼毫无疑问创造了20世纪末商业史上最炸裂的复兴奇迹。1984年，公司濒临分拆出售，年营收才16.5亿美元，而到了2000年就飙升到了250亿美元。好家伙，16年翻了15倍。那这个成绩肯定不仅仅包括影视板块的贡献，也有主题乐园和地产的贡献。这一时期被称作艾斯纳时代，是公司整个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个艾斯纳呀，不服不行，是个非常善于战略投资的商业奇才。他在掌舵期间还干了哪些事儿呢？扩建主题乐园，成立迪士尼连锁商店，买出版社，买唱片公司，买 ABC 电视网等等。还记得 ABC 是啥不？这就是华特本人当初要搞加州迪士尼乐园，为了凑钱找到的电视网合作方啊。当时还是个媒体萌新，到90年代被迪士尼收购的时候，人已经是美国电视网3大巨头之一了。艾斯纳一通操作猛如虎，极大地拓宽了迪士尼的产业版图。特别是这个 ABC 一进来，公司直接打通了内容制作到渠道分发的垂直产业链，从一间靠脑细胞驱动的内容开发商进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帝国，并且超越时代华纳，成为全球娱乐业的一哥。那你说，就这么个 MVP， 公司不得给他供起来啊？不好意思，艾斯纳最后几乎是被董事会给赶走的。这从何说起呢？我们前面提过一嘴啊，说艾斯纳这个人啊，行事风格非常的强硬。这份强硬不仅对事，他还对人。1994年，总裁威尔斯因为一次直升机事故骤然离世，这么大个位置毫无预警的空了出来，就引发了一场迪士尼甄嬛传。还记得影视大总管卡森伯格吗？当初和艾斯纳一起从派拉蒙过来的，他又觉得自己该做总裁这个位置，结果艾斯纳不但不给升职，还反手把人给开了。总裁的位置他最后给了一个空降选手，这个人叫迈克尔·奥维兹，经纪人出身，是艾斯纳的朋友。这2次人事决策是非常灾难的。首先，卡森伯格离职之后要求兑现自己合约中的分红，这也是名正言顺的啊，6000万美金。但艾斯纳不给那就法庭见呗。结果卡森伯格就胜诉了，迪士尼连补带赔，最后掏了2.5个亿。然后呢，这卡森伯格出去以后就跑去跟斯皮尔伯格合作了。就用你迪士尼赔的钱，我拿去开新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梦工厂。后来成为了迪士尼在动画领域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
至于好朋友那头，居然也是个大坑。正所谓人以群分，刺儿头的朋友啊，他肯定也是个刺儿头。在干了1年多之后，他嫌迪士尼不给他放权，于是也不干了，顺便薅走了3800万美金和价值1亿美金的300万股期权。这起事件后来引发了长达10年的股东诉讼。如果仅仅只是这2件事呢，还不足以把艾斯纳拉下神坛。毕竟艾斯纳过去积累的成就是足以抵消他一定程度上的作死的。比如动画部门在千禧年之后又不太争气了，比如巴黎迪士尼乐园一直亏钱等等。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搞砸的事情就是得罪皮克斯。简单介绍一下皮克斯，他最早其实是卢卡斯影业旗下的一个动画特效部门，1986年独立出来，被乔布斯以1000万美金给收购了。没错，就是你知道那个乔布斯。那时候公司还嫩啊，只会制作动画而没有发行能力，所以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找到了迪士尼合作，但签的是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皮克斯自己掏钱拍动画片，拍出来的片子迪士尼又要拿发行费，又要拿利润分成，且还拥有所有的续集与周边版权。不过众所周知，皮克斯出品必属精品，作品就是公司最大的底气。所以在接连推出了怪兽电力公司和海底总动员2部大爆款之后，乔布斯就觉得咱该重新谈谈条件了吧。人的要求也不过分啊，就是皮克斯以后要保留100%的新片版权，迪士尼干发行，收发行费得了。但艾斯纳表示想都别想，他还觉得话语权在他这儿呢。既然皮克斯要反，那我就自己来拍玩具总动员的续集，反正版权在我迪士尼这儿，合情合理又合法。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人身攻击。艾斯纳看不起皮克斯的电脑 3D 动画，觉得自家手绘的2D 才有灵魂。乔布斯则高情商的回应，我们的片子当然比不上迪士尼的新颖岛了，你说多损呢？新颖岛票房1个多亿，连成本都没收回来，而皮克斯的海底总动员制作成本更低，但票房挣了9.4个亿。所以当乔布斯表示打死都不跟艾斯纳合作了的时候，迪士尼终于慌了。2003年，小罗伊又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气得辞职，但他辞职之后立马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发起了著名的拯救迪士尼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目的就一个，让艾斯纳下台。2004年迪士尼股东大会上，43%的股东表示拒绝艾斯纳连任董事长，这是美国大公司史上空前的对现任 CEO 的否定比例。如此强烈的反对情绪迫使董事会当晚就紧急表态，解除了艾斯纳的董事长职务，但 CEO 可以干到合约结束。那你说关系都处到这份上了，还有干的必要吗？于是艾斯纳就主动卸任，结束了在迪士尼20年的执掌生涯。艾斯纳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迪士尼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章节的落幕。他在80年代拯救和振兴了迪士尼，却也在90年代末因为专权与决策失误而饱受诟病。我们很难以简单的对错来评价这个人。无论如何，这20年间，迪士尼的市值已经从18亿增长到了560亿。是要钱有钱，要号召力有号召力，那么下一位继任者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守业这么简单了。来到20世纪，迪士尼已经家大业大，还缺什么呢？在艾斯纳时代，迪士尼基本打通了一整条产业链，意思就是已经把一个完整的商业流水线给抓手里了。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周边开发、多渠道变现，已经没有哪个环节需要依靠外包了。那么这是垂直方向的通，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轮到水平方向了？对迪士尼来说，水平方向还大有空间。自家经典 IP 基本上都是些童话角色，主要面向儿童、女性和家庭市场，在青少年和成年男性市场存在明显空白。与此同时，娱乐产业的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市场不断细分，竞争者越来越多。你想孵化新 IP， 那别人也在孵化，这孩子还没出生就得面临高考压力了，那怎么办呢？不怕，咱有钱。别的 IP 卷生卷死才能出人头地，而我迪士尼可以直接用买的方式来获得那些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成功 IP， 这对公司来说风险更可控，回报也更确定。基于这种情况，迪士尼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他们要通过精准收购来填补 IP 组合的空白，构建一个覆盖全年龄段、全媒体形式的 IP 生态系统。这个战略的执行者是2005年新上任的 CEO 罗伯特·艾格，他将在接下来的15年里主导迪士尼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扩张，并使迪士尼的市值翻了4倍，从500多亿美金增长到了2000多亿，一度还飙升到过3000多亿。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先来捋一捋迪士尼这些年都买了些啥好东西。这个艾格上任第一件最紧急的事儿就是赶紧修复跟皮克斯的关系。乔帮主啊，您听我说，这老迈克尔他绝对不是个好东西，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呢？您皮克斯的作品就没一部不火的，皮克斯的3D 动画技术我们还有的学呢。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乔布斯就觉得这哥们说话很中听，于是态度也软了下来。对迪士尼来说，仅仅恢复关系是不够的。艾格的话并不全是彩虹屁，因为迪士尼自90年代的狮子王过后，就一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动画长片，创意这块已经被皮克斯甩出8条街了，并且公司是真的不太会搞3维动画，这个技术当时就掌握在皮克斯手上。迪士尼已经不满足于回到发行商的角色了，而是想直接吃了皮克斯。这时候艾格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技巧，他对皮克斯做出了2个承诺：第一，皮克斯工作室的架构基本保留，迪士尼绝对不干涉创作自由，片子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第二，皮克斯原来的总裁和创意总监直接走马上任迪士尼动画部门，并且态度不变，还是总裁，还是创意大总管。你就说吧，这到底是谁收购谁呀？其实对乔布斯来说，虽然狠话是放了，但要找个能媲美迪士尼的发行商，一时半会儿也还真不那么容易。况且以当前这个条件来说，皮克斯不但不会失去自我，还倒反天罡，可以用自己的艺术理念去影响迪士尼的动画创作，这真是过村无店的好归宿了呀。于是在2006年，迪士尼以74亿美金正式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乔布斯手上50.1%的皮克斯股份变成了7%的迪士尼股份，并进入了董事会。乔布斯本人成为了迪士尼最大的个人股东。艾格说到做到，在成为一家人之后，他的确给了皮克斯极大的自主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皮克斯陆续推出了《料理鼠王》《飞屋环游记》《头脑特工队》等一摞较好又叫座的作品，并且在皮克斯方法论的加持下，迪士尼也开窍了。后来的《冰雪奇缘》《疯狂动物城》等现象级影片，几乎就是近年来最登峰造极的动画作品了，无论在艺术性还是商业性上。作为非资深影迷，我非常感谢迪士尼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克斯。世界动画票房排名前10里头有7部都是他俩出的。众所周知，现在榜首是我们的哪吒2，也就是说在好莱坞动画领域，迪士尼是一骑绝尘的领先于所有公司。如果当初没有这场强强联合的收购，很难说迪士尼和皮克斯能够分别各自独立的达到这个高度。如果说收购皮克斯是为了挽救迪士尼的创意核心，那么收购漫威则是一次精准的市场补位。2009年，迪士尼宣布以约4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漫威娱乐，时机卡得很微妙，因为这是在漫威刚刚从破产保护中恢复，开始构建漫威宇宙概念的节骨眼上。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搞过什么电影宇宙， MCU 的第一部作品钢铁侠才刚刚出来，这个宇宙具体什么样还没人知道。来看一下漫威手上都有哪些 IP。除了蜘蛛侠、X 战警的真人电影版权已经被漫威授权给了别的电影公司之外，其他的超级英雄，什么美队、雷神、绿巨人、神奇四侠、刀锋战士、惊奇队长、黑寡妇、鹰眼、奇异博士、猩红女，说不完了。弹幕补充吧，这么多的 IP 从此全都归迪士尼所有了。你说40亿直播，漫威的到位意味着迪士尼内容版图从童话王国拓展到了超英世界，弥补了自己在青少年及男性市场的内容缺口。也就是说，一个少年无论他要做公主梦还是英雄梦，给你圆梦的都是同一个迪士尼。那么和皮克斯一样，漫威人家也是一个内容高手，几乎用不着迪士尼来指手画脚。所以在收购完成之后，迪士尼也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90%那么充分啊。至于为啥不是100%呢？因为公司需要做一些正确的微调。你比如说漫威自己拍的钢铁侠1，它是个 PG-13的电影啊，有些镜头就不是很那什么，抽烟了、开黄腔了，还有什么比较香艳的画面，这一类画面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在迪士尼漫威宇宙中了。对漫威来说，有了迪士尼的加持，就约等于钢铁侠有了方舟反应堆，超级英雄火速集结，复仇者联盟系列横空出世。算上第一部钢铁侠，漫威在15年内给我们投喂了整整32部 MCU 系列电影，全球总票房累计超过300亿美金，而复联4更是以近28亿美金的票房位列影史第2名。你猜猜第一名是谁？可以说没有迪士尼的超能力，漫威宇宙不会进展得这么快。没有电视、流媒、主题乐园、消费品这些强大的业务网络，漫威 IP 的变现不会有这么成功。票房以外挣的钱还多着呢。咱就说其他电影公司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搞宇宙，华纳 DC 宇宙综合水平略显逊色，环球暗黑宇宙直接扑在了起跑线上。这些项目没能像 MCU 那么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品质量、商业模式等等。但有了同行的衬托，倒更反映出 MCU 的含金量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17年，36部电影，12部真人剧集，5部动画剧集，2部假日特辑，漫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平行宇宙。
紧接着就是卢卡斯影业。2012年，他被迪士尼以40.5亿美元收购。买卢卡斯那就主要是奔着星球大战这个 IP 去的。在美国本土，这可是个超级 IP， 但当时这个 IP 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卢卡斯影业是电影人乔治·卢卡斯创办的，他是新好莱坞运动时期4大导演之一，非常大牌。他一手打造了星球大战，但在和迪士尼谈判的时候，他本人已经快70岁了。星球大战 IP 也已经35岁了，都面临着后继无力的危机。那么迪士尼在收购公司之后，就迅速宣布了星战续作计划。不过这一次续作3部曲的商业表现并不惊艳，算是喜忧参半吧。但迪士尼的花样可还多着呢，除了正传续作，流媒平台上也在不断推出量大管饱的真人剧集。星战宇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相应的周边消费品、主题乐园等体验经济自然也是跟着疯狂捞金。虽说乍一看卢卡斯影业只有一个大 IP， 居然和漫威一个价，但根据迪士尼的报告，截至2024年，复联和星战分别创造了132亿美金和116亿美金的价值，均是3倍左右的投资回报率。而卢卡斯影业还不光只有星战和夺宝奇兵等 IP 资产，公司旗下还拥有工业光魔特效公司和天行者音效公司，这些都是打包一起买来的。那么对迪士尼来说，这属于技术储备，也是值回票价的。好的，接下来压轴的来了，这可是让好莱坞的地板都要抖3抖的世纪大并购。2019年，迪士尼以713亿美金的天价从默多克手中接走了21世纪福克斯的娱乐资产。他是先把一部分广播电视、新闻和体育等业务分拆出去，卖给迪士尼的资产包括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探照灯影业、福克斯电视集团，还有传媒集团、国家地理的控股、印度电视台星空传媒的控股，以及流媒体葫芦30%的股份。自此，好莱坞6大巨头的格局直接变成了迪士尼和另外4个，可谓一统江湖。以防大家对713亿美金没什么概念啊，这笔钱可以请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喝2杯星巴克。其实本来谈好的收购价是500多亿，但因为还有另外一家巨头康卡斯特也在竞标，俩人你追我赶就到了这么个天文数字。纵使财大气粗如迪士尼，也着实拼了老命了。而且倒霉催的是，刚刚咬着后槽牙完成了这么大笔收购，马上全球疫情又来了。本该回血的时候，这主题乐园、电影院、体育场那可是全面停摆，公司负债一度飙到了450亿美金，蛇吞象的代价似乎比账面的标价要来得更多。但我们不去讨论不可抗力带来的影响，因为迪士尼毕竟根基强大，这点风浪是完全可以扛过去的。公司看的是未来10年甚至几十年的资产效益。那么福克斯到底有啥好东西值得迪士尼这么拼命呢？是 IP 吗？福克斯的世界级大 IP 资产包括阿凡达、辛普森一家、异形、X 战警等等。是的，漫威的 X 战警终于回家吃饭了。我们前面还提到过影史票房冠军卖了关子，是的，它就是阿凡达。阿凡达第1，复联4第2，那么后来随着迪士尼性的阿凡达2就成了这个榜单的第3名。此外，由于20世纪福克斯和旗下的探照灯影业可以放开了制作成熟题材，比如 R 级以上的电影，它在内容补全的层面就和当初的试金石一样，起到了一个既要又要的功能。但这些还不是最核心的动机，迪士尼这次收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加入流媒体大战。说到流媒体，不得不提近年来内容界最大的黑马 Netflix。 这家公司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年轻，它在90年代就创立了，最早是做 DVD 租赁的，直到2007年才推出了流媒体平台。但它刚上线的时候只有1000部影片，好莱坞根本就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纸牌屋上线了，这是奈飞的原创美剧，也就是说这个干平台的人现在自己开始干内容了，而且出道即巅峰，制作水准堪比大荧幕。从这个现象级作品开始，奈飞开启了疯狂的原创内容模式，订阅用户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很快就成长为了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这个时候好莱坞已经感受到威胁了，但迪士尼看样子还蒙着圈呢，因为他还不断的把自己家的内容独家提供给奈飞，美滋的收了租呢。随着奈飞用户数量的爆炸性增长，迪士尼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到2018年，奈飞在全球已经拥有了超过 1.4 亿订阅用户，而他每年对原创内容的投入以100亿美金计。人家的自制电影《罗马》和第2年的《爱尔兰人》已经冲上奥斯卡了，等于说已经开始在好莱坞6大堂口的嘴里抢吃的了。也就是这一年，奈飞的市值首次超过了100年老店迪士尼，就是图上那个尖尖，你说这还能忍吗？
那以上基本就是促使迪士尼着急麻慌的要布局流媒体板块，不惜重金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重要原因。在收购福克斯的同年，迪士尼还火急火燎推出了自己流媒体平台迪士尼家。还记得福克斯有个流媒体叫葫芦吗？通过公司并购，迪士尼拥有了葫芦30%的股份，但很快就增持至60%的控股。再加上 ABC 旗下有个体育媒体 ESPN， 迪士尼通过砸钱的方式一口气就出了3张牌，要让在座的所有玩家都感受一下什么是从天而降的涨法。结果自然是毫不意外的，2019年迪士尼家正式上线，24小时内订阅用户就突破了1000万。这个数量级，奈飞当初是花了2年才达到的。到2024年底，迪士尼家全球订阅用户已超过1.5亿，依然没有奈飞多了，不过也是全球第2多。括弧很多统计都把亚马逊 Prime 列为第2名，但我觉得 Prime 的电商属性加起来有点不讲武德，所以我们这里就只统计纯影视的平台。括弧完毕。这样回头来看21世纪福克斯的收购，我们也就很清楚它这里边的价值逻辑了啊。作为前好莱坞6巨头之一，福克斯的内容存量那也不是盖的，尤其是成人向的各种类型的片子，正确的不正确的啪一声全都冲进了迪士尼不咋涉猎到的象限。那你就说吧，别的那些需要一个个谈授权的平台还怎么打呀？迪士尼就算一部外部作品都不引入，它也不缺内容。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球大战、国家地理等等，合家欢的就去迪士尼家，不合家欢和不太正确的就去葫芦，反正是无死角覆盖所有受众。不仅如此，自打有了亲生平台之后，公司立马开始向奈飞回收内容，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让迪士尼的片子从此在奈飞上绝迹。为了追着对手打，迪士尼在一段时间内也把流媒原创内容预算提高到了和奈飞一样的100亿量级。与此同时，订阅费还只有对面的一半。为了跑赢对手，迪士尼狠狠承受了前期的亏损。而说到这儿，如果你看过我上期讲的孩之宝那集，你就可以把这一段连起来了。为什么孩之宝在2019年斥巨资收购影视公司，最后却惨败收场呢？原因之一就是流媒经济泡沫破裂。流媒平台主要依赖订阅费，可是用户数量增长一定会趋缓啊，内容成本却不会停止上升。俩巨头在一打架，泡沫加速破裂。迪士尼他们倒是有钱烧，那孩之宝烧不起啊，泡沫一破，中小玩家就成炮灰了。2022年左右，迪士尼和奈飞的市值都狠狠往下掉了一截，而这一年是两家平台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从这以后，大家就逐渐休养生息了，预算该精简精简，订阅费也是变着花样涨价等等。迪士尼家直到2024年的第3个季度才实现了首次运营盈利。在今天，娱乐产业的格局已是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无论是传统的好莱坞模式，还是互联网的新媒体模式，这是整个行业都需要面对的大环境。而对迪士尼来说，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已经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分散风险的能力是绝对要优于同行的。还以奈飞为例，假如他拿了150亿美金去做内容投资，这笔钱几乎就是全部压入在了流媒体订阅的收入上，而迪士尼的150亿美金相对可就稳当多了。我可以先上个院线，就算票房不成功，还有流媒体，流媒体再不赚钱，还有主题乐园，主题乐园再不给力，还有周边消费品，还有游戏与数字衍生品等等，变现的路子不要太多。这种差异就决定了投资承受能力的根本不同。奈飞必须确保每一部原创内容都能够直接吸引或留住订阅用户，容错率极低，而迪士尼完全可以承受单个项目的失败，因为成功项目的收益会通过多个渠道来放大。然而，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优质 IP， 也不是只有迪士尼具备将 IP 进行商业变现的能力。但在过去的100年里，无数公司试图复制迪士尼的成功模式，却没有一家真正做到了。在 License Global 发布的2024年全球授权商排行榜中，迪士尼继续断层第一，其授权产品的全球零售额达到了惊人的600亿美金的量级。就是说，迪士尼全靠允许别人使用 IP 形象，每年就能稳定的获得几十亿的净收益。这几乎相当于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全部营收。那么为什么迪士尼的 IP 奇迹无法复制？迪士尼模式的准入门槛和系统性壁垒到底在哪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从竞争对手们的结构性困境里面寻找端倪。既生产内容又运营主题乐园的有环球影业，环球也有很多经典 IP， 比如侏罗纪世界、速度与激情、小黄人等等，在票房号召力上是没在怕的。不过在主题公园方面，迪士尼那是300亿量级的营收规模，而环球公园2024年营收大约在86亿美金，且同比有所下降，显示出增长瓶颈。环球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完整的 IP 片生态，它的电影大多都是单片 IP 或不同系列之间的 IP 不太方便协同跟跨界，这意味着它的主题乐园更新换代会比较麻烦，可以总结为有 IP 无生态。既具备优质内容资产又持有流媒体平台的有华纳兄弟探索、
华纳旗下拥有包括 DC 宇宙、哈利波特、乐一通这样的超级 IP， 还有 HBO 平台。有一说一， HBO 在流媒体平台里头也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近几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但华纳的根本问题是业务分割，它的内容制作、流媒体平台、电视网络几乎是各自为政的，它没有像迪士尼那样丝滑的商业流水线。公司虽然拥有大量优质 IP， 但在线下体验、消费品开发等领域几乎空白。就比如说我还挺喜欢兔八哥的，但和米老鼠比起来，这个 IP 的周边和联名消费品就显得选择太少了。那么华纳的结构困局可以总结为有内容无协同。那奈飞前面已经聊了很多了，它商业模式最大的局限就在于缺乏线下体验的延伸空间。奈飞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局限在屏幕之内，就算偶尔试着搞消费品授权，那也是零散的尝试，缺乏系统性规划。另外还有一个引雷，就是奈飞的原创内容多则多矣，但绝大多数都是快餐式的内容，它会过气。公司需要不断孵化新内容以满足用户，但这种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会一直递减。奈飞的困境叫做有用户无线下。最后是科技巨头，苹果、亚马逊，这种是真大佬吧？人家要是真砸起钱来，那迪士尼都是不够看的。但不用担心，两位大佬均志不在此。对苹果和亚马逊来说，流媒体业务更多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核心业务。再者，隔行如隔山，真让他们开发个影视 IP， 预算再充足，他们也不一定有那艺术细胞。所以这些科技和互联网巨头的局限是有资本无基因。而今天迪士尼在上述的每一个层面都已经基本布局完成。就好比那个雷达图啊，迪士尼追求的不是单点极限，而是我连起来面积大，我六边形战士。那么为什么是迪士尼？这个问题单从商业理论的角度来看，答案非常简单，3个字就概括完了，因为公司大。因为公司大，所以有钱有资源有话语权，公司完全不会担心有什么业务是自己做不了，还不如担心反垄断法呢。但我不想这么笼统的就得出结论，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迪士尼在成为巨头之前，不也做出了顶级 IP 吗？即使就说当下那些比较接近的竞争对手，至少也可以拿出同样的预算，用差不多的方式去运作，但真正做到全球性的影响力，且生命周期还特别长的 IP， 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可能不够正确，或者说正确的极致程度比迪士尼还差点意思。OK， 花了2集时间捋完了迪士尼的前世今生，终于要来展开讲讲它的文化定位了。我反复提到迪士尼的正确，它其实包含了政治正确，也包含理想主义美学的一部分价值观。早在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之前，迪士尼的动画片里就出现过有色人种角色，你能说它不超前吗？它简直就是在整个好莱坞队伍前头扛大旗。1946年，公司曾经出过一部涉嫌种族刻板印象的电影《南方之歌》。那么像这种大逆不道的作品，早已经被迪士尼彻底雪藏。公司从未在北美发行过实体影碟，也没有让它上线迪士尼家。聊到这里，我想给你们推荐一部电影《死侍与金刚狼》。如果你没看过我的视频，你可能会觉得这部作品拍得很一般，但你看完视频再去看，绝对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梗。不是说迪士尼不让爆粗口吗？你放心，小贱贱系列属于 R 级的，这是漫威宇宙第一部 R 级作品，确实改不了，别人的人设就这样。所以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对正确路线的官方吐槽之集大成者，非常有意思。不扯远了，要充分感受迪士尼的 IP 哲学，《冰雪奇缘》是个最好的案例，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在2013年上映的动画片，但可能你不知道，这个项目竟然从华特时代就已经开始琢磨了。上世纪40年代那会儿，华特本人就很想把安徒生的童话《冰雪女王》改编成动画，但这个想法迟迟没有落地，就是因为在原版童话中，冰雪女王她是一个反派角色，这可不符合迪士尼的价值观。70年过去了，冰雪女王的想法至少被尝试重启过3次，但几乎都卡在了主角是反派的难题上，直到《冰雪奇缘》的方案出来。他是这样解决的：冰雪魔法不是诅咒，而是天赋。我们的主角不是反派，他只是迷失了自我，需要找到自我。这是一个关于亲情、成长和灵魂解放的自我救赎的故事。你看，从《冰雪奇缘》磨磨唧唧纠结70年的前史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迪士尼对正确的执念有多深了。来到2010年代，虽然故事已经基本成型，但迪士尼要考虑的细节也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整个系统的存在，迪士尼的内容创作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 IP 的全产业链开发潜力。角色设计不仅要服务于故事情节，还要适合制作玩具。
场景设计不仅要营造视觉效果，还要适合在主题公园落地。音乐创作不仅要推动剧情发展，还要具备商业化传播的潜力。总之就是它要尽可能在多个商业维度去实现收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艺术符号上。2013年11月，《冰雪奇缘》在美国上映。这部制作成本1.5亿美金的动画电影，最终收获了12.8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一度成为影史上最卖座的动画电影。直到这个记录被自家的《冰雪奇缘2》和《狮子王》打破。更夸张的主题曲《Let It Go》，那在小孩群体的渗透力简直堪比《爱你孤身走暗巷》，但范围是整个地球。Let It Go 单音乐原声带就卖出去了上千万张，还被翻译成42种语言版本，在各个国家传播。总有一版是你的母语。所以真正的商业奇迹是发生在荧幕之外的。音乐、百老汇音乐剧、电视、主题公园、授权商品、游戏、印刷品，这个清单还可以继续。冰雪奇缘商业成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冲击了其他玩具品牌，包括 Hello Kitty 和芭比娃娃。美国零售联合会做了10年的玩具购买意愿调研，10年来就没有人打败过芭比娃娃的，这还是第一次。但最夸张的是，冰雪奇缘居然影响了整个迪士尼的股价。2015年第一季度财报刚刚发布，迪士尼股价单日跳涨 7.6%， 收盘价达到了创纪录的101.28美金。一部动画电影能够如此直接地推动一家1000亿美金公司的股价，这在商业史上极为罕见。等到2019年《冰雪奇缘2》上映，故事是崭新的，但上述所有的商业奇迹全都再来了一遍。那么我们回头来设想一下，如果冰雪女王这个故事就按照原版来拍，甚至我把它改得更暗黑更深刻呢？也许我会创造一部艺术杰作，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创造如此规模的商业价值。所以这个极致正确的文化定位就很好理解了。对于迪士尼来说，正因为自己推出一个 IP 的影响力注定会如此深远，在这个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和对立化的世界里，选择普世价值观无疑是最稳妥的道路。迪士尼非常小心，几乎不会涉及具体的政治议题或社会争议。就算正确的定义会随着时代发生微妙的变化，迪士尼也是微妙的跟进。比如女权主义 ，OK 没问题，公主不是被王子拯救的，她是自救的，仅此而已，不会再越界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合家欢形象，让迪士尼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的接受度。但这种定位的代价是创意边界的限制，咱就不可能指望在迪士尼的世界里看到类似《权力的游戏》或《纸牌屋》这么尺度炸裂的作品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正如你家虽然有 4K 巨幕电视，你也不可能和一家老小吃着爆米花一起享受大屏幕看全游的快乐。迪士尼的内容公式建立在人类最底层的普世情感上，对爱的渴望，对正义的向往，对美好结局的期待，对家庭的重视等等。但你听听这些话，光是拿嘴说出来，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感觉到无聊了？因为经典和老套之间几乎就是一线之隔，普世和平庸之间有时候就差一口气儿。不对，应该是3口气。顶级的创意、强大的资本和极致的执行，他们3个但凡少一个都搞不成事儿。有创意的没资本，那就是小众艺术；有资本的没创意，那就是精致烂片儿；有资本有创意但执行掉链子，那就是空有一个牛逼的 PPT， 做的永远不如吹的强。当然，我们的哪吒似乎破除了这个铁三角，似乎并没有强大的资本，那自然就需要有更加极致的创意和更加极致的执行。而迪士尼的幸运就是在自己还谈不上多有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了华特的天才创意和疯狂的赌上一切的执行力。那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纵观迪士尼的100年发展史，它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历史机遇的独特性。在电影、电视、主题公园、流媒体等等每一个新媒介出现的关键时期，迪士尼都成功抓住了机会，并建立了先发优势。这种时代机会，它就只会出现在时代的特定时刻。那些在市场已经又成熟又饱和了才开始创业的选手，注定很难再建立类似的影响力。比如，你不可能再拍出第2部七船威力；比如，你的电影宇宙哪怕只比漫威逊色一点点，就只能永远屈居在前辈的光环之下。迪士尼建立的文化影响力具有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随着品牌影响力的扩大，获得优质资源能力也在增强。这种正向循环会让竞争对手越来越难以超越。过去100年里，无数公司曾经试图成为下一个迪士尼，但我们的世界至今有且只有一个迪士尼。好，感谢你陪我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